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几个星期之前啊，咱们用3期的视频来聊了一下美国退休养老金 401k 啊。那还没有看我们之前视频的小伙伴呢，欢迎去补课。咱们今天啊，就书接前文，继续的聊一聊美国养老金的另一个大项 IRA 个人退休账户。全称啊叫做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s， 或者叫做 Individual Retirement Arrangement。那从本期节目开始呢，咱们就来循序渐进的科普一下这个个人退休账户 IRA 啊。从最基本的概念开始，比如说 IRA 都有什么特点啊，有什么类型啊，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像 Traditional IRA 啊、Roth IRA 啊，以及他们和我们之前说过的 401k 有什么区别？那税的方面呢，有什么优势啊、劣势啊等等。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呢做深入的一些介绍啊，一些更复杂的操作，比如说很多人呢都听说过啊，通过 backdoor 啊、mega backdoor， 就是那种走后门的方式，把 401k 啊转换成 Roth IRA， 等等一系列的话题吧。在视频的这个形式方面呢，咱们还是来请小夏帮个忙，用这种一问一答的形式来解答一些问题。当然了，如果正在看视频的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而且是我没有 cover 到的，也欢迎大家给我留言或者给我发私信，我会总结一下之后呢，在之后的视频做出解答。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吧。第一个问题，什么是 IRA？IRA 就是个人退休账户啊，这个非常好理解，就是个人领头的这种退休账户，完全是字面的意思啊。那最常见的 IRA 账户呢，分为2种，第一种呢叫做 Traditional IRA， 也就是传统个人退休账户；第二种呢叫做 Roth IRA， 罗斯退休账户。那这个 Roth 呢是美国的一个参议员啊，叫做 William Roth， 这个法案呢就是由他本人先提出来的，之后呢 Roth IRA 这个账户啊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而纪念他。那跟 401k 的 contribution 上限19500类似的是呢，不管是传统的 IRA 还是 Roth IRA 呢，它也是有 contribution 的上限的。在2021年，传统 IRA 和 Roth IRA 的上限呢是$6000一年。如果你年满了50岁呢，那你可以一年再多 contribute$1000，也就是到达7000。大家注意的一点啊，这个6000不是说就是 Roth 和 Traditional 各6000，是一共加起来只能存6000。那 IRA 在美国整体的这个养老系统中是一个什么位置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视频里有过一张美国养老金体系的那个简图啊，从那个图中间呢就是一个个人退休账户。那IRA 呢就有它的位置，可以说呢 401k 和 IRA 2大块撑起了整个就是这个个人退休账户。那 401k 呢是由企业领投的退休金， IRA 呢则是由个人领投的退休金。第二个问题，如何投放 IRA？ 它有什么限制和特点？它有什么好处和税收方面的优势？传统 IRA 的最大特点呢，就是个人的这个 contribution 部分是否能够抵税，这个是跟这个人的 AGI， 也就是 Adjusted Gross Income 调整后的收入是紧紧挂钩的。那咱们首先复习一下之前 401k 的这个抵税的概念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的 401k 它的特点就是扣掉 pre-tax salary， 也就是说啊，直接在你税前工资就扣走了，然后扣完之后呢才是你的 taxable income 可征税工资。那根据这个公式来说呢，你的 401k 存的越多，你的 taxable income 呢就会越低，从而啊你的个人收入税也就会相应的变低，这是一个基本概念。OK， 在了解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看一看传统 IRA 啊，既然都是退休账户嘛，对吧？那它能不能直接像 401k 一样就直接在税前就把工资扣掉，然后进一步的降低我们的 taxable income 呢？答案啊就是不一定，因为它是跟你调整后收入 AGI 挂钩的。我会马上给大家看一张图，大家一下就会清楚了。在这里呢，我先用一句话来做一个铺垫。IRA 的意思呢，就是你收入越高，你的 IRA 享受的免税优惠呢就会越少。那具体是怎么跟收入挂钩的呢？咱们一起来看这张图。
如果你是单身，也就是 file single， 如果你的 AGI 呢是65000一年以下的话呢，那你的 IRA 的 contribution 是100%可以抵税的。这个呢就像你的 401k 一样啊，税前直接就扣走了，这样呢会进一步的拉低你的 taxable income 可征税收入，你啊就可以完全的享受 IRA 带来的税收优惠了。如果你的收入是65000到75000之间的话呢，那只能有一部分来抵税啊，也就是说你只能享受一部分的这个缓税优惠。如果你的年收入超过了75000，那你的 IRA 的 contribution 再多也不能用来抵税了。如果你结婚了 file jointly， 夫妻双方啊一起报税，则后面 IRS 呢也会有相应的收入规定。那我会把链接呢放在视频下方，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自己去 IRS 查一查这个具体的工资要求。OK， 那说完了传统 IRA 啊，咱们再来说一说 Roth IRA。首先 Roth IRA 啊就4个字儿，简单粗暴。它呀是无法抵税的，所有的 contribution 呢都是税后收入啊，也就是说啊，你的 contribution 再多也无法改变你的 taxable income。那即使这样，一个人能不能投 Roth IRA 的话，也是要看 AGI 的。在这里呢 ，IRS 也有相关的规定。对于一对夫妻来说呢，如果2个人的收入啊加起来的 AGI 啊低于19.8万一年的话，则是完全可以投 Roth IRA 的。如果高于19.8万且低于20.08万的话，只能享受一部分的 Roth IRA。如果高于20.08万，则完全不能投 Roth IRA 了。大家看这里是不是就遵循了之前我铺垫的那句话，你的收入越高，你 IRA 享受的免税优惠政策就越少。不管一个人选择传统 IRA 还是 Roth IRA 呢，2021年的储存上限都是每年$6000。之前这个数字是5500啊，我记得当年我考 CPA 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3年、14年的时候，当时是$5000。这个数字啊，其实就跟 401k 的 contribution 19500的上限是一样的。基本上呢，每隔几年呢就会做出这么一个调整。这里啊，我想说明的是，6000的上限不是说传统 IRA 和 Roth IRA 各6000啊，而是这2个加起来一共只能投6000。那这个时候一定会有小伙伴说了，说Roth IRA 感觉没有什么用哈，完全不能抵税，那谁还会去投呢？感觉也没有什么税收的优势。那恰恰相反哈 ，Roth IRA 的优势是非常吸引人的。大家先别着急，咱们接着说。第3个问题，退休后提取 IRA 和 Roth IRA 都是怎么收税的呢？咱们先来看传统 IRA 啊，如果你的传统 IRA 在投的时候就是100%抵税了，那你本金啊在取出来的时候呢就是 taxable 的，而且你的 earning， 比如说你投的股票赚钱了啊，这个 earning 这个部分也是需要缴税的。这2块呢，因为之前都没有缴过税嘛。如果你的传统 IRA 投的时候啊，只有一部分抵税，那你取出来的时候呢，本金部分呢只需要交一部分的税，因为另外一部分已经在之前就是没有抵税，也就说明它已经交过税了嘛。Earning 呢依然是需要完全缴税的啊。第3种情况呢，就是如果你的收入很高 contribution 的时候呢，就完全没有抵税，那你取出来的时候呢，本金部分也就不需要再缴税了，因为你之前已经交过了。但是 earning 是依然需要100%缴税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啊，就叫做早交晚交总是要交税，也可以叫做雁过拔毛。那既然是退休账户，传统 IRA 啊就要遵循59岁半取出才不会受到惩罚的这个限制啊。这个呢是跟咱们之前说的 401k 是一样的。如果提前取出，则除了上面咱们所说的要交这些赋税以外呢，还要交10%的惩罚税。这个啊也是跟 401k 是类似的。那顺着这个思路，咱们再来看一看 Roth IRA。大家别忘了啊 ，Roth IRA 啊就是简单粗暴，是完全的 after tax contribution。也就是说呢，在你投的时候，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抵税的。它呀本来就是你的税后收入，那么它取出来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再交税了，因为已经拔过毛了嘛。但是 Roth IRA 的优势呢，就在于啊，它的股票 earning 是完全 tax free 的，这也是它最大的好处之一啊，是最吸引人的地方。Roth IRA 的另外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呢，就是它的本金这个部分呢是可以随时取出来的，不论你到没到59岁半的时候呢，都是可以随时取出的啊，不会有任何的赋税和罚款。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啊，它的 earning 的这个部分呢，是依然要等到59岁半才可以取出的，否则啊，就是要有10%的罚款。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画了一张图啊，横向的比较了一下传统 IRA 和 Roth IRA 的特点。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这里暂停一下视频，来认真的看一下。那大家一边看图，我呢在旁边呢再给大家补充一小点。Roth IRA 和 Traditional IRA 啊，都是可以买各种股票的，有非常多的选择。你可以说，我去买特斯拉、买苹果、买麦当劳这些股票啊，都是可以的。这呢也是 IRA 和 401k 的区别之一。401k 啊只能买基金，而且一般选择呢都比较少。但是 Roth IRA 的选择呢却是多种多样的，投资呢其实是非常灵活的啊。这也就是对于投资者来说非常吸引人的一面。咱们在这期视频呢，覆盖了个人退休账户 IRA 的一些基础知识。其实啊，从上面的介绍呢，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那么多人对 Roth IRA 如此就是情有独钟啊。主要呢就是不用再担心交税的问题了，踏踏实实的59岁半取出来之后呢，所有的钱都是自己的。特别是啊，美国的税率一直都很高，而且未来的税率如何变化，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会把美国带向什么方向，大家都说不准。下期视频呢，我会跟大家更加的深入来聊一下 IRA 的各种操作。很多人呢都比较关心啊，比如说如何利用 backdoor 走后门的这种方式，把你的钱从 401k 或者是 traditional IRA 中转到 Roth IRA 里面。这种操作呢，对于高收入的小伙伴呢，其实非常有用啊。因为啊，毕竟 Roth IRA 的收入限制呢，对很多高收入的同学啊，都关上了大门。特别是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码农的话，双码农哈，基本上呢，这个收入门槛是肯定过了Roth IRA 的这条线了。如果不想错过我们的视频呢，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啊。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留言。希望我们的视频呢，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谢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那既然是退休账户，传统 IRA 啊就要遵循95岁半，咱们才能取退休金。